来，我帮你拿。乐不呀？回家吃饭。快快快！瑶瑶 ，Daddy， 妈咪，瑶瑶，I miss you so much。回家。走走。妈妈，有人出钱买你们一家3口的命，去死吧！好，那叔叔以后去保护新瑶，以此为证，好不好？拉钩。来，拉钩。司令，就在刚刚，沈老爷的弟弟沈天霸全面接管了沈家的生意。昨天、今天都整夜失眠。你放心，你的仇我替你报。从此以后，司令府就是你的家。悄悄钻进了午夜，才发现好久没仔细看看世界。最完美的夏天、秋天已是昨天，那个身影已消失在窗前。星瑶，星瑶，你怎么了？我碰到我爹娘了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没事了。眼泪上就像胶水一样，我害怕。司令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好，我留下来陪你。父母去世后，穆天红给了我一个家，他把我当作家人，万般呵护，悉心教养。可我却爱上了这个早有家室的男人。他的儿子穆子轩与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同长大。一局定胜负，输了的话，你得叫我哥，怎么样？哼，让你3招。别后悔。1、2、3。小心了。还比吗？你的功夫都是爹一手教的，不公平！好，再来！哎，不愧是司令，这手就是好。司令，能不能教教我啊？若是学会了，星瑶以后就再也不怕枪了。好，我来教你。想要赢就不能害怕，而是要让你的敌人害怕。出拳最关键的是要直击命脉。来，来，集中注意力。再来，再来。除了进攻，还要学会防守。星瑶，你呀，就是把你弟弟给惯坏了。爹，要不是你偏心，我怎么会输？再说，谁要当他弟弟？我不服，再来一局。这局比什么？老条件，若我赢了，不要你当姐姐。那你要如何？
我要她嫁给我当老婆。我要她嫁给我当老婆。胡闹！这是我跟星瑶的事，你怎么知道她不愿意？星瑶从小是我带大的，她的婚事自然是我做主。穆家祖传的玉佩都在她身上，我猜星瑶注定是穆家的媳妇儿。穆家祖传，是我犯下大错，害死了兄弟，早就无颜苟活，师兄又何必救我？犯了错就要挽回性命了吗？难道叔叔就没有想保护的人了吗？是他。原来3年前他救我，这些年待我这么好，是为了报恩。星瑶若不嫁我，您又想把她嫁给谁？难不成爹您要自己把她收作一派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学的这些龌龊心思。龌龊？他觉得娶我是一件龌龊的事。你不就是想再比一局吗？这次输了，可不准再耍赖了。司令，子轩说的对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而且我不会输的。赌约在前，今天当着父亲的面，这一局我一定要赢。来。星瑶，星瑶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，我带你去擦药。哎呀，司令，你呀，真是纵容的那2个孩子，越发的不成样子。来，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贵为荣城司令，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啊？大嫂自重。当年你大哥被错认成你，惨遭仇家杀害，你受他托付娶了我，又认了子轩这个儿子，何故还口口声声唤我大嫂？你我夫妻有名无实多年，为了大哥，我给了你司令夫人的名分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大嫂。天护，徐副官，司令，有徐副官在，就不劳烦大嫂你费心了。司令拒夫人于千里之外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哪有以后啊？若是以后，司令心里有了人，不会还要守身如玉一辈子吧？司令，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我心中之人，是一个绝无可能之人，谈何以后？谁？司令，是我。星瑶小姐，我来吧。有劳了。以为一夜长大是电影情节，也失了无力的感觉。疼吗？才体会。司令，你脸怎么这么昨天今天都是不是发烧了？那个，好像只有这样才安全。是不是发烧了？那个，子轩心悦于你，你怎么想？司令，
想我嫁他。婚嫁之事，你可以做主，但不管你嫁给谁，我都会给你准备一份厚厚的嫁妆。如果所嫁之人不是你，嫁谁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才不要你的嫁妆，还有这个穆叔叔。小丫头，3年了，终于想起我是谁了。3年前你救我一命，恩情早已还了，以后不用对我这么好了。难道叔叔就没有想保护的人了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叔叔以后就保护星瑶吧。好，那叔叔以后就保护星瑶。好恩。星瑶，怎么样？爹还在生气吗？他要是还生气，这鞭子早挨你身上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4方斋的水晶糕，就当给你赔礼道歉了。算你有良心，不像穆天红，简直就是一个没长嘴的榆木疙瘩。哎，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都愣着干嘛？坐。我肩膀有伤，帮我倒杯茶。我来。爹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的赌局是我赢了，往后星瑶就是我的未婚妻。孝敬父母这种事儿，自然由我代劳了。谁是你未婚妻啊？爹，喝茶。我还没老，不需要孝敬。跟我来。星瑶，爹，水晶糕好吃吗？一般。若等我与子轩成婚，用司令给的嫁妆呢，更好吃。星瑶心里有我。你的婚事，我同意了吗？不管司令同不同意，就算不是子轩，星瑶迟早也是要嫁人的。你要嫁人，嫁给谁，必须得过我这关。看来爹不同意，我得去找娘想想办法。你既然说我救你，恩情已经还完了，但我养你3年，你打算怎么报啊？不许摘下来。夫人这么美，穆天红竟然放着当摆设，真是暴殄天物呀！司令的女人你也敢动？你就不怕他知道一枪崩了你？我怕什么呀？怕瓦罐不离，井边破。世道这么乱，穆天红说不定就战死沙场了。到时候，夫人还不是我沈天霸的？到时候要是子轩能子承父业，掌管荣城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如果子轩能娶了我家芊芊，到时候司令府的滔天权势，还有沈家的荣华富贵，不都是我们的？夫人，再来一次吧。讨厌。不，夫人，慢点儿。什么？娘，你要我娶沈芊芊？沈家？哎呀，这沈家是荣城首富，这沈天霸又是商会会长，你娶了芊芊，那以后不是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吗？哼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当然不乐意。
要是星瑶的爹娘还在，她才是沈家名副其实的千金。要娶，我也是娶她。我不同意。爹娘，我跟星瑶两情相悦，这辈子我非她不娶。子轩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沈星瑶，我们司令府好心收留你，你倒好，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呢？住手！你想干嘛？连你也护着他。好，儿子为了他拒婚沈家。你是为了什么？你们父子二人都爱上了那个狐狸精。娘，胡说八道！看看你还有没有半点司令夫人的样子。是，她才是你的夫人。司令和夫人不必因我动气。子轩婚事在即，幸瑶留在府中，恐怕多有不便。我今日就走。站住！沈星瑶，你就这么看不得子轩另娶他人吗？司令府是你的家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哪也不许去。子轩和芊芊的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幸瑶感激司令，但我无意阻碍子轩的婚礼，更不想夫人和司令离心，遭人口舌。你若问心无愧，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议论？倘若我问心有愧呢？徐副官，属下在。帮星瑶小姐把东西收拾好，搬至别院。还有，沈星瑶是司令府的千金小姐，以后要是谁敢动她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是。恭迎司令，恭迎星瑶小姐。你不忍看子轩成婚，以后就踏踏实实住这里吧。司令，我一直只把子轩不管你把他当什么，你们二人都绝无可能。我知道你心里可能会怨我，以后若无事，我也不会过来打扰。丫头，我年长你许多，却对你生情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亲眼看见你嫁给子轩，请原谅我的自私。司令匆忙定下与沈家的婚约，倒像是怕星瑶小姐嫁给少爷一样。我替孤人照看星瑶，视她如家人一般。再有罪花舍，军法处置。是。那个小狐狸精，勾搭我儿子，竟然惹得天红都跟我动手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一个不足轻重的野丫头，不值得夫人如此动怒。今晚我约了穆天红在百乐门商谈儿女婚事，夫人只要借此机会搞定他，我们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真是有了这个，夫人今晚定能得偿所愿。就喜欢你这骚劲儿。司令，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令郎真是人间龙凤。那咱两家这个婚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？玉叶惊雷，也不知道星瑶那丫头怎么样了。
天虹，天虹。啊，那个婚姻事宜，那就由夫人跟沈会长一起定夺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司令，有什么事儿比子轩的婚事更重要啊？就是，请司令赏个脸，叫我好好的招待您一番，请。来。好热。天虹，我帮你。司令既然今夜身体抱恙，不如就歇在这里。星瑶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以为你不会来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。我阻止你和子轩的婚事，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呢。可是我一直把子轩当弟弟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都别走。蓝色海域涌动着风的秘密，却被月亮也都吞去。生命海底里忽然的触不可及，纵身一跃，将月亮拥抱潮汐，无畏海与空的距离。漫天飞舞的流萤汇聚向你，就像我一样为你着迷。你来自蓝色海域，不懂我的哭泣，而我在人间浪迹为。司令，我从未想过与你能有今天，一夜情难自苦，我不后悔。等你醒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夫人，你快看，外面有一滩泥脚印，我就知道别院之中定是藏了个男人。穆子轩，你自己看，你心心念念这个小贱人，他倒好，趁着另居别院偷人，偷到明面上来了。星瑶。愣着干什么？小姐私通野男人，败坏门风，给我绑了！是，看你们想绑谁？司令，爹，穆天虹，你昨天丢下我，彻夜未归，就是来这个小贱人这儿了吗？爹，怪不得你急忙催我订婚，原来把仙瑶安排在别院，打的是金屋藏娇的主意。
原来把星瑶安排在别院，打的是金屋藏娇的主意。星瑶，穆子轩，你在干嘛？夫人，子轩，都是我的错。星瑶害怕雷声，从小到大都是我陪她。昨晚只不过是赵舅过来照看，野男人，金屋藏娇，亏你们想得出来！昨夜发生的一切，难道他全都不记得了吗？你方才护着他干什么？你说他昨晚冒雨前来，是不是对你心存不轨？心存不轨的不是司令，而是什么？难不成我要告诉他，是我情不自禁与他有了肌肤之亲吗？而是我害怕雷声，司令担心，才会赶来。死丫头，我以为你想勾搭我儿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惦记我男人。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跟司令没什么误会。雨夜惊雷，同榻而眠，你跟我说这是误会？我昨晚并未与司令共处一室，我是给司令来送早餐的。秦婉约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那既然是误会，那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子轩，还不快跟你爹道歉！子轩，还不快跟你爹道歉！哎呀，你也不能怪儿子多想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星瑶，现在啊出落成大姑娘了。你们毕竟男女有别。再说了，司令，子轩的订婚宴在即，你这个当爹的，是不是该好好想想儿子的订婚宴怎么办更好才是？是不是啊，司令？小狐狸精，等子轩订完婚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司令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少爷的配香收回来了。奇怪，我到底怎么去的别院？谁知道您怎么去的？那晚您都喝成那样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难道您跟谢瑶小姐就没发生点什么？没事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为什么那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子轩订婚在即，你去市镇跑一趟，把十里码头的经营权和外滩的110个仓库都给到沈家。这可是2块肥肉，少爷结婚，司令被如此大礼，是给星瑶。星瑶如今长大了，一直待在别院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要用这份大礼，助她重掌沈家。我要用这份大礼，助她重掌沈家。司令这是为了星瑶小姐，用心良苦啊。你懂个屁！今晚家宴接待沈芊芊，星瑶接回来了吗？别院的下人说了，星瑶小姐最近心情不好，不愿意出门。司令府宴请子轩的未婚妻，我去，怕是不合适吧？又把自己当外人，你说我该怎么罚你？怎么怕了？之前不是胆子很大吗？怎么来了别院之后，胆子变小了？也不爱说话。夫人说的对，男女有别，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。先去成衣铺，给你挑件像样的礼服。
沈小姐好。芊芊来了，见过夫人。好孩子，哎，真不愧是首富沈家教养出来的姑娘，就是水灵。谢谢夫人夸奖。这儿就是司令府啊，马上我就是这儿的女主人了。沈大小姐真漂亮，这件衣服像是手工缝制，一定十分昂贵吧？听说了吗？咱们星瑶小姐和沈小姐还是表姐妹呢。哼，沈星瑶那个死了爹妈的丧门星，也配跟本大小姐相提并论？夫人，听说我那个姐姐一直被养在司令府，怎么没见着她人呢？对啊，爹，星瑶呢？星瑶不是在楼上换衣服吗？星瑶，你好了吗？星瑶小姐和沈小姐，这不是撞衫了吗？一样的衣服穿在星瑶小姐身上，好像更好看了，是吧？是呀，是呀。司令对星瑶姐姐可真是好呢。呀，夫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这礼服可是进口的高定，整个荣城只有2件，一件得2条小黄鱼呢。我听说另一件是被司令买了去，我本以为他是买给夫人您的，没想到竟然穿在了星瑶姐姐身上。愣着干什么？把衣服给我换了去！我现在就去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听话了？司令与我有恩，我自然也敬重夫人。以前是星瑶不懂事，以后不会。我还当他在司令府多受宠，原来也不过是个仰人鼻息的下贱胚子。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沈星瑶，你竟敢抢我的风头！沈芊芊，我跟你撞衫本就是意外，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抢走你什么。你给我站住！一块破玉佩就心疼成这样，果然是个没眼界的东西。沈芊芊，你做戏也要做全套，别忘了这是在司令府，你就不怕我告诉司令，让他扒了你的皮？我是一只寄人篱下的丧家犬，而我是荣城首富的千金，是未来司令府的少夫人。你觉得在司令眼中，我们谁更重要？我与司令有了肌肤之亲，已然犯下了大错。若再搅了子轩的婚事，算你还有点眼力劲儿，沈星瑶，我劝你识趣一点。以后我真成了司令府的少夫人，司令府的大门，一步都别想靠近。夜里天凉，也不知道多穿点。你脸怎么了？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这个摔碎了。你就是为了这个，我改日找人给你镶一下就好了。已然玉碎，又怎么能恢复如初？
紫萱成婚，你就真的如此伤心吗？不关紫萱的事。那为什么近日总是躲着我，甚至连话都不想跟我说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向来只把紫萱当弟弟看，从未对她有过半分男女之情。司令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影响紫萱和沈家大小姐的婚事。司令，我看信瑶小姐说的并不像假话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也不知道。难道那晚我们真的发生了什么？站住！夫人，死丫头，我且问你，那夜司令去别院寻你，你们当真什么都没有发生？没有。那药效凶猛，若不行男女之欢，司令怕是早就病了。小狐狸精，我让你满嘴谎话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有还是没有？住手！这丫头，她惹得芊芊不快，我教训她一下，怎么了？徐副官，先送小姐回去。是。司令，先回去。信瑶小姐，秦婉瑜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她？那你有什么资格护着她？穆天红，紫萱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当我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心里喜欢沈清瑶是吧？我喜欢谁关你什么事？怎么就不关我的事了？当年你父母来我家议亲，我满心欢喜，我以为能嫁给你。新婚之夜，我才知道，我嫁的人竟然是你大哥。夫人，别说。我就是要说，我知道，你大哥走了之后，你是出于愧疚才娶了我，可是你连碰都不愿意碰我一下。穆天红10几年了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与星瑶是清白的，你不能把气撒在他身上。清白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其实那晚就已经……夫人，莫要再提。如若你心里不爽，我们大可以离婚。离婚？你想得美！穆天红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一滴，不管是你还是紫萱，沈西瑶都休想嫁进我们司令府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夫人。司令，信瑶小姐已经送回去了。十里码头和仓库的契约文书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紫萱订婚宴，我要帮她主张沈家。一个丫头片子，不值得夫人如此动怒。紫萱订婚宴，我要沈西瑶的命！好说好说，我帮夫人斩草除根。继续。诸位，沈会长来了。今日我家小女芊芊与司令府独子定下婚约，我沈天霸感谢各位前来捧场。沈会长客气了，我等能够受邀前来，真是莫大的荣幸啊！而且听闻为了此次定亲，司令今日要把十里码头的经营权和诸多仓库送与沈家当做聘礼。这以后啊，我们可要多多仰仗沈会长了。好说好说。哎，吉时将至，怎么不见司令和紫萱少爷前来？司令府贵客到。哦，这不来了吗？早到了。
怎么是他？放心，浅浅，这个小贱人活不过今晚。这儿知道。恭贺司令府与沈家订婚大喜，司令府特送上黄金1000两，让任先生字画10幅，颐和路商铺100间，1000两黄金为骗，司令府果然出手阔绰呀！张骞先生乃开派巨匠，每幅字画都价值连城。这颐和路的商铺，间间都是聚宝盆啊！不对呀，这些东西虽然都珍贵，但哪里比得上10里码头的经营权和仓库呢？这肯定是他搞的鬼。这些聘礼的确是受司令亲手交付，分毫不差。若有什么差池，待会儿司令来了，你们大可以去问问他。少拿司令当挡箭牌。司令当初不过是看你可怜，才把你养在司令府。你如今竟然恩将仇报，胆敢偷换聘礼，扰乱他儿子订婚宴，你以为司令能饶过你吗？我没有，你还敢装糊涂？沈芊芊，我念你年幼被娇养坏了，你忍再忍，不肯跟你计较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沈清扬，早前司令就知会了市政，说是要把10里码头的经营权和诸多仓库赠予我们沈家，而你送来的都是什么字画、黄金，肯定是你要坏我好事。什么10里码头和仓库？给新瑶的合同是以新瑶的名义签的，地契也已转到他的名下。爹，你这是？今日是你的订婚宴，你们姐弟情深，你亲手给他吧。可是爹，你明知道我喜欢星瑶，并不想直与他做姐弟。婚事已定，聘礼已下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订婚宴快开始了，走吧。司令，百乐门的酒水单都查过了，酒没有问题。那就是人有问题。沈星瑶，反了你！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绑了！谁敢？二叔，今日我本无意想叨扰，奈何司令所托，我好心给你们送聘礼，这就是如今沈家的待客之道吗？听说这胡妹子因为紫萱少爷被司令赶到了别院，事到如今还不死心，真是下贱。说起来，这沈星瑶还是沈会长大哥的女儿呢。当年他爹娘私通匪患，这才被人杀了。不许污蔑我爹娘！沈星瑶啊，沈星瑶啊！如今我家芊芊与司令独子定下婚约，得司令赏识，赠予我10里码头和仓库。来日我掌管荣城经济命脉，定会一飞冲天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动我女儿！爹爸，我不计家人情分，叫你一声二叔。如今你开枪杀我，难道就不怕司令知道了，要了你的命？别拿司令吓唬我！司令府里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叫你来送聘礼啊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吗？那自然是司令怕你日后会纠缠，所以特地派你前来，亲眼看着我和紫萱少爷订婚，这样你也只亏死了这条心。不可能，司令不可能这么对我。怎么不可能？我告诉你，紫萱呢是司令的独子，你不过就是找来给紫萱的一个玩伴罢了。如今紫萱成婚在即，自然就是一颗你以为你在司令心里有多重要？既然是废子，杀了便罢，别当我沈家给司令了却了一桩凡事。沈天霸，你敢！沈天霸，你敢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沈天霸如今背靠司令这个大山，是我沈家滔天富贵，不怕告诉你吗？当年杀你父母的就是我。沈天霸，你这个畜生！
我要杀了你！违法加义，杀兄弑嫂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。对了，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。如果不是那老头子把家业给了你这个丫头片子，我还真下不了动你的决心呢。爹娘被杀，原来是因为我。Daddy， 妈咪，天阳，回家。妈妈，爸爸，沈家费尽心思安排你又如何？他们死了，沈家都是我沈天霸的。爹娘死了，原来是因为我。爹娘，别着急伤心嘛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去团聚。司令到！是啊，来了就好。就送你下去团聚。司令到！来了！星瑶，星瑶，司令，是天霸杀了我的父母。星瑶，星瑶的伤都是你干的。哎，司令，他就是沈家的一个丧门星而已啊。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，这一枪为星瑶。杀害兄嫂，不伦不类，这一枪为沈兄。为父不仁，教女无方，这一枪为子轩。司令，今天是子轩和芊芊的订婚夜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小贱人，坏了子轩的婚事吗？司令府与沈家的婚约就此取消，我要送沈天霸上路。司令饶命！当年大哥大嫂暗藏枪械，私通匪患，我大义灭亲，我是帮司令你去除祸害。而且沈西瑶这个小贱人，他还谎报消息，偷换聘礼，他想私吞你给沈家的仓库和码头。沈会长也是为了孩子们的，司令。没错，我对天发誓，要是胆敢有半句虚言，就让我们沈家破产，天打五雷轰。我对天发誓，要是胆敢有半句虚言，就让我们沈家破产，天打五雷轰。那你们可知，沈兄所购枪械，都是为了助我。星瑶所说的聘礼，悉数属实，可你们都贪得无厌。十里码头和仓库是我准备赠与星瑶的礼物。什么？即日起，沈家所有财产都归星瑶所有。至于你，司令要杀我，给个痛快吧！给个痛快，那太便宜你了。现在有的是办法来治我。徐副官，手下在，拉下去，关进地牢。司令饶命！司令饶命！爸，饶命啊！爸，司令饶命啊！爹，秦婉瑜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怎么办？没事，没事，我还有子轩，我还有子轩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想办法，我来想办法。没错，那晚是我在你酒里下了药，但我怎么知道你竟然不要我，而是去找沈西瑶那个小贱人？你说什么？那晚怎么了？
六婉怎么了？你想知道啊？你自己去问他呀。怎么不敢呢？啊，慕天红，你在怕什么呀？啊，你是怕他沈星瑶心里没有你，还是怕被别人知道爹跟儿子爱上同一个女人，遭人耻笑？别院那晚，我们有没有发生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那晚我被人下药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我是不是帮你了？以为一夜长大是回答我。沈星瑶，说你我真的已有夫妻之实，我哪怕抛弃一切，也要许你终身。说话呀！昨天今天都是夜市。那晚，我以为你是久在动情，想着你对我也有些心意，原来不过都是我一厢情愿，自作多情。说你我真的已有夫妻之实，我哪怕抛弃一切，也要许你终身。说话呀！司令，星瑶，你没事吧？爹，你干什么？星瑶她腿上未愈，你为什么对她发这么大火？儿子，哎，不气啊！司令你啊，是要当公爹的人了，跟孩子计较什么呀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子轩跟芊芊的婚事取消了，他执意要去星瑶。我这个当娘的实在拗不过，我就应了。你把星瑶当什么了？她是人，不是物品。你们替她同意了，有没有问过她的意见？我愿意。星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嫁给子轩。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司令说过，待星瑶成婚，定会给我备上一份厚厚的嫁妆。不知道这话还作不作数？慕天红，司令，如果那晚是我一个人的自作多情，那我们俩不如就以这样的方式彻底了断吧。司令，秦婉瑜，你看你干的好事。啊，我也觉得我是干了一件好事。这就气急败坏了。哼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那两个孩子啊，情投意合。既然星瑶对你无意，那想必那晚你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哦。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自己的儿子，变成自己的儿媳妇儿，司令啊，心会痛吗？疯女人！慕天红，我看你难受，我就高兴。司令，您吩咐我修补的玉佩修好了，放哪儿？你看着办吧。我看着办。让我看着办。这星瑶小姐的东西就应该物归原主。慢点。子轩，你回去吧。星瑶，之前我是被逼着跟沈芊芊订了婚约。你要是敢不乖乖跟芊芊订婚，信不信我要了沈星瑶那个小贱人的命？可是自从在那天订婚宴，我看你险些没命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娶你。幸亏爹疼你，娘也同意了。可是子轩，倘若我心里有了别人呢？倘若我心里
有了别人呢？来一个我崩一个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星瑶，既然你答应嫁给我，你的心里眼里就只能有我。子轩，对不起，我累了。好，你先休息，我去安排我们的婚礼事宜。我一定要让你做整个荣城最美的新娘。司令，你不是同意嫁给他吗？为什么他吻你，你还躲避？还有，你心里的那个别人，又是谁？我以为凭借一片煽情。你心里的那个别人，又是谁？你偷听我们讲话。这是那年局势动荡，我参军不成，为了填饱肚子当了土匪，后来仇家报复，杀了我的全家。也就是那晚遇见你和你爹，其实我早已了无生意。后来你爹娘去世，我把你接回了司令府，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报恩。要是没有那晚你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我早已不在人世，也不会有今日。可若那天没有司令，父母去世，星瑶也绝不可能独活。你说已然玉髓，无法修复，可事在人为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心里的那个别人到底是谁？原来司令费尽心思修好这块玉，是怕我嫁给子轩，心里装着别人。原来司令费尽心思修好这块玉，是怕我嫁给子轩，心里装着别人。不是。我已是子轩的未婚妻，请司令自重。司令府还是我说了算，你们的婚事我还没有点。星瑶，你看这些婚纱，还有这些首饰，都是我和娘为你准备的结婚行头。怎么样，星瑶，喜欢吗？这些东西？你和夫人决定就好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司令府的珠宝不是个个价值连城啊，这些啊排不上号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这双好，大气。那个手工好，多洋气啊，是不是，司令？婚纱俗气，鞋子老土，瞎张罗什么呀？哎，爹，你不懂，这些都是最时髦的东西。新瑶，我看你的腿伤好像好的差不多了，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了，娘这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。好，
新瑶，快去试试。走。新瑶小姐来了。司令，你看，你嘴里太俗太土的东西，穿在新瑶身上还俗还土吗？娘，爹怎么走了呀？他是不是不同意我跟新瑶的婚事？傻儿子，你慌什么呀？新瑶都点头同意了，就算你爹不同意，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说这个有这么好看吗？司令，你不知道，这都是洋人喜欢的东西。据说啊，这红宝石象征着热烈与永恒。热烈与永恒？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徐副官，你去一趟珠宝铺，帮我定做一套这个。司令真的要给紫萱少爷和新瑶小姐准备婚事吗？司令真的要给紫萱少爷和新瑶小姐准备婚事吗？男款按我的尺寸做。哦，属下懂了，属下这就去。沈星瑶，除非你心里的那个别人不是我，否则我绝不会眼睁睁的看你嫁给紫萱。这件好，就定这件了。你们今天辛苦了，走，跟本少爷去领赏。是。夫人，我也先去换衣服了。站住！你这个小贱人，心里装着司令，还敢嫁给我儿子，好大的胆子你！那夫人呢？明明已经主掌了司令府，为什么又做出给司令下药的这种丑事？你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药效凶猛，若不行男女之欢，司令怕是早就病了。那也别院之事，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，夫人却苦苦相逼，步步盘问。若下药之人不是你，那又是谁？他动你了是不是？是你拿捏我与司令有染，又惦记着我沈家的富贵，逼着我嫁给紫萱，如今又反过来错怪于我。夫人要是不愿意，大可以把真相告诉紫萱，让她彻底死心。丫头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新瑶，你别逼我，你别逼我！住手！没事吧？新瑶，你干什么？不是我，司令，星瑶他怕你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非逼着我求亲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过，不是我。贱丫头，嫁给了紫萱，我就是你的婆婆，落在我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心瑶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嫁给子轩？怎么样？来，穆天红，这么多年来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歹毒的人吗？难道夫人还要拿性命来污蔑你吗？夫人，慢点。我去给你找大夫了。不用，司令，这点小伤哪用得着叫大夫呀？秦婉瑜，你这样做戏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？怎么没意思？就算你不把我当夫人，只当大嫂，那我们也是有点情分在的，不是？那我们也是有点情分在的。不是？你这是在折磨我！你是在折磨我！沈心瑶现在注定是你儿媳妇儿了，你看都不肯看我一眼，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私自定下心瑶与子轩的婚事，难道不是大嫂先为难我吗？我就是受不了，我就是受不了你们两个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们两个居然把我的儿子当成傻子样耍。好，受不了，那就离婚。离婚声明我已经拟好了，过几天就会登报公布。子轩那边我去跟他说明一切，至于星瑶，由他自己决定。离婚？穆天红，难道你真的要摊开来跟自己的儿子抢女人吗？爹从来只让我把星瑶当姐姐，看来得想想办法让她松口才是。爹，红宝石对戒，看来爹不仅同意我们结婚，还暗中帮助我们。我就说爹那么心疼星瑶，不会不管不顾的。对戒，司令方才出门，应该是取货去了。你为了跟你儿子抢女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桂爷，现在就派人去珠宝店，不论如何不择手段，也要把戒指给我抢回来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是沈天霸，沈天霸逃出来了。司令为我处置沈天霸，夺回沈家家业，沈天霸落跑，定会去找他寻仇。哎呀，司令去哪儿了？说去什么红润珠宝铺取东西。哎呀，夫人不好了！珠宝铺。司令，您跟夫人的离婚声明已经登报，不日就会发出来。哦，对了，司令，今晚取了东西，您是不是就要跟星瑶小姐表白了？要你多嘴！打道回府，取货单应该是忘在书房了。好。星瑶，星瑶小姐最近闭门不出，不可能是她吧？应该是我看错了。走吧。好。天红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正是他，穆天红，你恨我至死，既然他杀不了你，了结你儿子，我解我心头之恨。
近日有谁来过我书房？最近几日只有少爷来过。紫萱，司令，不好了，闪电霸从狱中逃跑了。掘地3尺，也要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星瑶呢？星瑶小姐，她不是去红润珠宝铺了吗？姑娘，不要用手！我来救你！也想不开呀！你这太危险了，怎么？星瑶，有人啊！你赶紧去！人救出来了！怎么是你？走！星瑶，你没事吧？星瑶，没事，太好了。星瑶，星瑶，你醒醒！星瑶，星瑶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那么大火，你往里面跑什么呀？星瑶，沈星瑶，你为了紫萱如此不顾性命，看来我的问题不用问了。司令，前线急报，敌军拿到荣城了。大夫说了，星瑶小姐只是吸入大量的烟尘才导致昏迷，并无大碍。整备军务，即刻出发。是。爹，下个月9号是个好日子，届时你们把婚事办了。要是我没能回来，就不用等我了。爹，星瑶，你醒了！你快看，爹同意我们的婚事了。司令呢？前线战事突发，爹刚走。什么？星瑶，星瑶，天虹！天虹！傅天虹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心里的那个人就是你，你不能把我嫁给别人就这么走了。星瑶，快起来！爹上前线带兵打仗，不是常有的事吗？你哭这么伤心干什么？爹是没办法亲眼看见我们完婚，但你不还是在司令府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紫萱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我们费了那么大功夫，好不容易爹娘都同意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？因为这个小狐狸精喜欢的从来都不是你，喜欢的是你爹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？你以为你和他青梅竹马一场，他喜欢的是你啊？实际上，他只想接近你爹。你以为他不顾一切冲进火海想救的是你吗，儿子？他想救的还是你爹。星瑶，我肩膀有伤，帮我去泡茶。哦。星瑶，你没事吧？星瑶，没事，太好了。怪不得我追了你这么久，你都不愿意嫁给我。怪不得爹订的这对戒指，男戒却大那么多，合着这戒指根本就是为他自己做的。合着这戒指根本就是为他自己做的。
为什么你和我爹情意相通，却把我夹在中间耍得团团转？为什么？他心里有我，他明明心里也有我。你要嫁人，嫁给谁，必须得过我这一关。我把你带回司令府，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报恩。要是没有那晚你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我早已不在人世。你不是同意嫁给他吗？你心里的那个别人，又是谁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小狐狸精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死心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去找他。我要告诉他，我心里的那个人一直是他。继续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秦婉玉，我虽对司令有情，但若不是你下药，我本不会对他越矩。我究竟做了什么，让你这么恨我，把我囚禁在这里，日日折磨？你让他对你生了气，他对谁有情，对谁无情，又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怪在我一个人身上？就凭你这张又勾搭我儿子，又勾搭我丈夫的小脸蛋儿！继续。司令，此次行军作战如此冒险，难道是为了快点回去见星瑶小姐吗？过2天就是子轩的成婚之日了。报告司令，追兵已经被全部消灭。太好了，我们的军粮迟迟供应不上，必须得速战速决。追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！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夫人，司令行军过于冒进，在追击残兵的时候中了埋伏。他如何了？说呀！司令与徐副官和清兵失散，断了联系。报纸上明确消息，战场之上亲兵失散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恭喜夫人，再也不用忌惮任何人，就可以彻底了结这个贱蹄子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小贱人，我看现如今还有谁能护着？担心他？别急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去给他陪葬。下去给他陪葬！住手！夫人，子轩，你干什么？这个小贱人如此玩弄你们父子2人的感情，现如今你爹战死沙场，整个司令府还不是你说了算？我们母子2人还不趁此机会扒了这小贱人的皮？脸上的伤是谁干的？启禀少爷，老奴正在教训这个浪蹄子。老东西，替我做事，你配！魏姨，子轩，你疯了！魏姨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？我狠心，爹横死沙场，娘你一滴泪都没流，我狠心。你说我跟谁学的？这个小贱人如此作践你的感情，你还护着她？娘你也说了，爹如今已经死了，现在司令府由我做主，沈星瑶怎么处置？我说了，都给我滚！夫人，咱们走。我要去找他。星瑶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找他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你我成婚在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休想走出这司令府一步！你拦不住我，让开！沈星瑶，沈星瑶，你已经答应嫁给我，这辈子你的心里眼里只能是我。如今你已经死了，能保护你的也只有我。看见了吗？沈星瑶不需要谁的保护。一夜情不自禁，一场悖论错爱。我因不愿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被自责与内疚压垮，一再隐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任人欺辱。你对我爹如此用情至深，那我在你眼里又算什么？子轩，我只把你当弟弟。当初你为什么答应嫁给我？就是为了跟我爹怄气吗？子轩，从前我不敢承认对他的感情，更不想破坏你们的家庭。但现在我不得不去找他，哪怕他是一具尸体，我也要把他带回来。败坏我们穆家门风，想走，做梦！司令行军向来稳健，军令有异，必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秦婉瑜，这件事最好跟你没关系，否则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件事最好跟你没关系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星瑶，星瑶，保护好自己。谢了。星瑶，9号婚礼不管你来不来，我都会等你。你这个不孝子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想娶她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爹瞒着你，早就跟那个小贱人……瞒着我，娘不是也有一份吗？你们都把我当傻子，现在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夫人，夫人，莫要生气。沈星瑶离开司令府，外面兵荒马乱的，他定然要死在外面。到时候您亲自动手了。你说的对，穆天虎他已经死了。沈星瑶，我就看你在外面能活多久。臭娘们，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哎，别着急，长这么漂亮，玩玩再说。星瑶，星瑶，你没在司令府待着，怎么跑来这里了？司令，你没死。我那是假死脱身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傻丫头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司令，星瑶小姐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得赶紧赶路了，去十里码头。十里码头，我们去那里干什么？这是沈家的仓库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司令，
运往前线的粮食果然都在这儿。沈天霸这个王八蛋，高价倒卖军粮，不知道害死多少无辜士兵。我这就去帮着他。等等，所以你们杨庄与大部队失散，其实是为了回来暗中调查。没错，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沈天霸，我迟早是要收拾你，但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粮食运往前线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穆天红，你竟然没有死！穆天红，穆司令，居然是穆司令！穆司令还活着！对啊，沈小姐，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没关系，既然司令已经查到了这里的粮食，那今天本小姐就好心送你一程。上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沈家妇女倒卖军粮，如今事发，竟然还想着谋害司令，为虎作伥。你们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后果，沈星瑶，看清楚了，这个仓库都是你的，所以即便发生任何事，自然也是你背的。论财力，我可以比沈芊芊给你们的更多。论权势，出了这个仓库，你们都是护卫司令的功臣，帮他还是帮我们，自己决定。你少废话，只要杀了你，谁又知道这一切是我干的？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司令，属下们只是受雇看管仓库，并不知道内情，多有得罪。如何处置这个狗汉奸？您尽管吩咐。沈芊芊，你听到了吗？如今国难当头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会为了钱不顾一切。带下去，严加盘问，让他把知道的事情交代清楚。是。走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这副模样才是我穆天红的丫头。走，回别院，我有事问你。我从未喜欢过子轩。你不喜欢子轩，那你为什么要答应跟他结婚？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，而且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并没有男女之意。你怎是没有？有吗？我想你尽可跟我说。早已在我心里了。我以为凭借一点煽情，能阻止你的勇气。那场雨飘落在我内心，天红，你这句话我等了足足3年。你的歌曲决定我的阴晴，你的眼睛操纵我的表情。不行，在没给你名分之前，我不能这样。我不在乎。司令，粮食已经运往。你刚说什么？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司令，我身边没看到。站住！有话直说。司令，粮食已经运往前线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我也要一起去。不行，前线战况太危险，你不能去。我不要。司令不知，我早已跟夫人和子轩摊牌，从司令府出来，我本就是要去战场上寻你。如今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。你放心，等我从前线回来就娶你，好吗？
从前我畏首畏尾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。但当我得知你在战场上遇难，我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不管是夫人也好，姨太也罢，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了。傻丫头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当姨太呢？只是前线战况很危险，后方又有沈天霸作祟，我不能让你犯险。沈氏妇女私囤军粮，几次三番差点害死你。你放心把粮食运往前线，沈天霸，我来对付他。仙瑶小姐，沈天霸得人支持，靠发国难才东山再起。你要对付他，谈何容易？你们假死回城，不易露面，但我可以。沈芊芊怎么样了？我们的人正在看着，不会有差错的。抓紧时间盘问，一定要从他嘴里套出沈天霸囤积居奇的切实证据。另外，码头的事情也要处理好。9号，我要让沈天霸自投罗网。9号，不是你和紫萱的成婚之日吗？我就是要假借这场婚礼，彻底除掉沈天霸这个恶灵。我就是要假借这场婚礼，彻底除掉沈天霸这颗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司令是怕我危险，还是怕我真的嫁给紫萱？我看你是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都是跟司令学的。你说过，事在人为。如果你真的担心我，请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回来。我等你，亲手给我戴上这枚戒指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走。9号婚礼做局，紫萱她会帮我吗？沈天霸，他竟敢大摇大摆进出司令府，难道他东山再起，是因为司令府内有人帮衬？紫萱，夫人，我想死你了。沈天霸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是司令府。怕什么？穆天红早就死了。你确定他死了？倒卖军粮也有夫人的一份，他死了，最大功劳当归夫人。夫人，没了穆天红，我沈天霸保你一生荣华富贵，今后再也没有人阻碍我们在一起了。夫人，我们活动活动吧。讨厌。夫人，紫萱，沈天霸，沈星瑶，夫人曾污蔑我偷野男人到别院败坏门风，原来是贼喊捉贼。我杀了你！不用追了。爹待你不薄，他尸骨未寒，你竟做出这种背夫偷汉的事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我对不起他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爹没了，要不是我，不是沈天霸给你出银子，给你搭桥铺路，你这个少司令做得了这么长久吗？本少爷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那他呢？那沈星瑶呢？当逢乱世，她一介孤女，掌握沈家滔天富贵，要是没有枪杆子给她撑腰，她能活到几时？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不是找司令去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她在外面活不下去。我回来是发现有人倒卖军粮，蓄意害死司令，而这个人就是沈天霸。而这个人就是沈天霸。
你方才也看见了，纵使他说了这么多好话，还是要拉你出来挡枪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帮他隐瞒吗？子轩，儿子，娘可以解释，娘都是被逼的，娘都是被沈天霸给逼的呀，儿子。现在就去崩了沈天霸！不用着急，9号我们的婚礼，烦请夫人请他前来，我们个瓮中捉鳖。届时还望夫人在荣城的众人面前作证。作证，我可以作证，儿子，儿子，只要你肯原谅娘，娘什么都愿意做的。那我们呢？你与我成婚，只是逢场作戏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子轩，其实司令他……星瑶，星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那一夜？大夫，星瑶她怎么样了？哈哈，无妨无妨，这2天天冷，肠胃受到了刺激，肠胃炎而已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多谢大夫。子轩，近来想必星瑶受了不少委屈，你就留在这儿好好陪陪她。大夫，您请。怎么样？恭喜夫人呐，少司令的未婚妻是喜脉。什么？沈星瑶怀孕了？已经怀有身孕1月有余了。你没弄错吧？哎呀，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这喜脉还是不会弄错的。刚才我也没有明说，单独告知夫人。您说好。多谢夫人，夫人放心，小人一定会守口如瓶。1月有余，看你们想保谁？司令，这孩子是司令的。死丫头，我这就去告诉子轩。夫人别着急呀，这死丫头拉着子轩少爷成婚，想做局借您的手，替他除掉他的杀父仇人。司令只气我给他下药，确实不知道沈星瑶与他有了肌肤之亲。你的意思是，如今司令已死，只要在成婚当日点破他身怀野种的事实，到时候子轩少爷可不会那么服着他。不对劲，近日呕吐越来越频繁，月事也停了。等一切事毕，我再去医院看看。穆天红，明天就是婚礼，我会替你除去后患，只是不知你现在如何了。司令，周围的敌军已经全部清剿，即刻向荣城发报，撤军回城。是。夕阳，等我。子轩，土夫无犬子，少司令果然也是气度不凡呐。听说了吗？这沈家大小姐从小寄养在司令府，与少司令青梅竹马，今日成婚更是亲上加亲。就是可惜司令身死，看不到儿女成婚了。新娘到！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。以为也长大是电影情节，也是了无力的感觉。沈星瑶，3年了，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昨天今天都真，即便知道你是拿这场婚礼做局，但我多希望他是真的。爹，子轩，这是星瑶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本少爷最讨厌爱哭鬼，别哭了，
怎么说话呢？星瑶大你3岁，以后叫姐姐。谁要这个爱哭鬼当我姐姐？逍遥，我明知你心中只有我爹，却宁愿自欺欺人，佯装这场婚礼是真的。那片云坠入我眼睛，看不清你是什么情。好呀！深情能阻止你的远行，那场雨飘落在我内心。紫萱少爷，你愿意娶沈星瑶为妻，并允诺护其一生吗？我愿意。星瑶小姐，你愿意嫁给穆紫萱，并承诺一生忠诚吗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对，来了，自己儿子还不同意。夫人，既已把人带到，现在你可以说你想说的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沈大小姐卖的什么关子啊？这司令夫人要说什么啊？我要说，我不同意这个小贱人跟我儿子的婚事，因为这个小贱人肚子怀着别的男人的野种。因为这个小贱人肚子里怀着别的男人的野种。别人的野种？娘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紫萱，这个小贱人早就和别的男人私通，还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。娘有没有胡说？你大可以问问大夫。夫人句句属实，邢瑶姑娘的确怀有身孕，已1月有。儿子，他现在做出这种丑事，还利用你的感情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他吗？你告诉我，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想不到这沈家千金竟然背着未婚夫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跟少司令结婚，真是下贱！沈星瑶，你告诉紫萱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秦婉瑜，背夫偷汉，害死司令在先。明答应我和紫萱要揭露沈天霸倒卖军粮，却出尔反尔在后。你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！什么？司令夫人和沈天霸有一腿？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，要不然他沈天霸怎么会安然无恙的活到现在，还敢这么堂而皇之的参加少司令的婚礼？沈星瑶，你怀野种在先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怀的不是野种。好啊，那你告诉大家，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孩子？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孩子？对呀，说呀，谁的孩子？够了！娘，今天给你脸面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星瑶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星瑶，你放心。你闭嘴吧！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蠢货！少司令，你为了沈家这个孽障，不顾自己脸面，难道也要将整个司令府的脸面丢到整个汝城？沈天霸，你！沈星瑶想嫁进我们司令府，可以，但你必须先喝了这一碗红花，拿掉你肚子里的野种。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打起来了！有这个谁打起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反了你了！反了你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小贱人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哎呀，司令！对呀，是啊。娘。
传言司令不是战死沙场了吗？这司令都回来了，那我们肯定是赢了呀！太好了，司令战事将捷，刚好回来清理门户。我这里不需要保护，徐副官还是迅速赶往前线，务必保护好司令的安全。是，小姐保重。司令小心！她沈星瑶是我穆天红的女人，谁敢动她？什么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？儿子大婚当日，老爹前来抢婚，这不是疯了吗？而且这沈星瑶肚子里还怀了别人的孩子。孩子？谁的孩子？爹，星瑶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还要跟我争吗？我说过，星瑶不是物品，她想嫁给谁，得由她自己做主。星瑶，你想好了，爹已有了家室，他不能许你终身。我已登报，与秦婉瑜离婚。穆天红，你为了他要跟我离婚？离婚声明已发，你我情分已尽。可她怀了孩子！不在乎。可她怀了孩子！不在乎。其实这个孩子，司令，先别说了。沈星瑶监守自盗，囤积粮食，发国难财，甚至还耽误了前线的战局。你还愿意娶她吗？沈天霸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司令要是不信的话，自己看看便是。来人！这是在下命人到十里码头仓库搬来的，证据在此。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十里码头的仓库，没错，当初紫萱少爷跟沈芊芊订婚的时候，是司令亲手将十里码头的使用权交给了沈星瑶的。司令，你被这个小狐狸精迷了心窍了。他现在做出这种危害荣城的事情，你还能饶了他吗？不可能，星瑶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出卖家国的事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十里码头数十个粮仓，皆是满满的粮食。前线粮草紧缺，荣城更是饿殍遍野。司令少爷，你们二位如果还是护着他的话，那是不是要问一荣城百姓们愿不愿意？灭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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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你说我囤积粮食，发国难财，倒不如把这些麻袋都打开来看看，让大家好好看看你的证据。好啊！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那就让大家看看这个贱人干了什么！对呀，不是粮食吗？怎么都是沙石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回事，那就要问问他了。带上来。这不是沈天霸的千金吗？千金？是他拿了秦婉瑜的钱，囤积军粮，害得前线粮草供应不足。也是他放火烧了珠宝店，想要杀害司令。臭丫头，你胡说什么东西？我没有胡说。当年他为了霸占沈家的家业，派人杀害了大伯和大伯母。后来司令帮沈星瑶夺回了家业，他心怀恨意，所以才故意对着粮草下了毒手。现在司令他活着回来了，于是他就想把这屎盆子扣在沈星瑶头上。沈天霸，你算尽一切，唯独没料到司令会察觉军粮有异，因而他和徐副官做出战死的假象，早已暗中回城查清了一切。你和秦婉瑜苟且，被我们撞破，就想把一切黑锅扣在我头上倒打一耙。殊不知，我们早已将粮食运往前线。如今你几十个仓库的粮食，皆是一文不值的沙石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难道秦婉瑜没告诉你，今日我们的婚礼就是为了引你自投罗网的吗？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！够了！沈天霸杀害兄嫂，谋害司令，
囤积居奇，数罪必罚，拉下去，即刻击毙，以消民愤。是，走，对，还有他，走，必须枪毙，快点！秦婉瑜，我看在你是我大嫂的份上，一忍再忍，你却与沈天霸私通，狼狈为奸，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？穆天皇，当年你初次从军未成，沦为山匪，导致仇家找上门来，穆家全家都因你而死。你答应过你大哥会照顾好我跟紫萱的，如今你出尔反尔，你对得起你大哥吗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爹的儿子。他的儿子，我倒是想呢。他空给我一个名分，这么多年连碰都不碰我一下，我怎么给他生儿子？原来他这么多年与秦婉瑜都没有夫妻之实。你跟沈天霸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气我吗？没错。娘，别碰我！你们父子两个人为了这个小贱人，明争暗斗，争风吃醋，谁顾过我的感受？我就是要跟沈天霸私通，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被戴了绿帽子，遭所有人耻笑的蠢货！住嘴！我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被戴了绿帽子，遭所有人耻笑的蠢货！住嘴！爹，娘犯了大错，不可挽回，但她也是被沈天霸诱骗利用，罪不至死啊！爹，我会带她离开荣城，求你放我们走吧，爹。罢了，你们走吧。走。青瑶，这场婚礼本来就是假的，不是吗？如今已有人守护你，我也放心了。但你记住，如果有一天他对你不好，我会一直等你。这枚红宝石戒指是我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暂时突发，今天终于有机会跟你说出那一句。沈心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那你说，竹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是个土匪的。我就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当时我吻你，你没有拒绝我，我就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。那场雨飘落在我内心，翻不尽爱，散不散侥幸。我的世界你偶然来临，就不再风平浪静。